刘妹妹，我每次见到莫兰，我这心里就咬牙切齿的，我就想着，凭什么她有那么好的命可以嫁给靖哥哥？后来她出事了，我这心里还挺欢喜，不过后来又挺害怕的，我害怕靖哥哥他瞧不起咱们盛家的女儿。陆姐姐，你可曾想过，他兴许只是想攀高枝，才看到姐姐的婚事落空，才想娶这妹妹的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不过是想说，我向来是不伶俐的，只不过仗着自己是盛家的嫡女，仗着自己的家世，靖哥哥看中的是盛家，不是因为喜欢我。不是，从小到大，我就没有大姐姐的雍容华贵，也没有墨兰会巴结，更不像你那么招人喜欢。别说爹爹了，就是母亲也看不上我。你胡说，吴姐姐，大娘子可是最疼你的人。你从小万事顺心，肆意挥洒，纵情自在。咱们这个院里头，人人都长了18个水晶玲珑心，19副曲折回肠，只有你潇洒爽快，这是上天对你的垂爱。你不用哄着我高兴，不是哄你，其实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羡慕。那也就只有你啦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还有靖哥哥。吴姐姐，你可曾想过，即便是文家哥中了2房亲事，大娘子也不会同意的。那毕竟是自己挑剩下的，你还嫁来当个宝，大娘子这不得气疯了呀？那又怎样？他若逼我，我就一头撞死。别，六妹妹，你是不知道，一个人心里要是装着另外一个人，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，而且也不会想着什么后果。你是我妹妹，你得站在我这边。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但是我怎么帮你呢？我帮你开口说婚事，大娘子非打死我。不用，你就帮我守口如瓶。要是你说出去的话，我就打死不承认，然后再葬在你身上。那感情好呀，那我索性就嫁给文家哥，反正爹爹和2哥哥看上的人向来是不错的。你敢？你敢？敢呀！你等着。是吗？哎呦，你挑吧，挑上哪件你就拿走。我都喜欢。那你就都拿走吧。哎呀，傻姐姐，拿钱封口向来是不顶用的，我答应你不说就是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条路怕是不好走，我担心你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都想好了，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，我也会跳。你也一样，若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千万别松口，有些事儿该争一定得争。我现在可是没有争的心气儿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可告诉你，想委屈了我的明儿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只是爱着红哥的娘，那他的病拖延到今天，
也只有半条命了。自打从曹家回来以后，好多了。眼下他都能坐起来了。你说这时节，你再让他跟娘家断绝来往，那不是要他的命？他病也不是今天才病的。这要依我的心思啊，我自然是想把那家姓曹的祸害给扔出去。只是红哥没法跟他娘争执，还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？你家的事，我是管不着。可我是发了愿的，我自己吃过的苦，绝不叫明丫头再吃一遍。你放心，给他们家的日子不多了。禀两位老太太，大娘子知道盛姑娘过来了，说自己卧病在床，不便见客，还请盛老太太见谅。那有什么？我们过去看看她的病。大娘子还说，不必劳烦盛家老太太，只是颇为惦记盛姑娘，还请她一叙。那你就去一趟吧。明兰，好孩子，你好姑娘，我家景儿实在没有活路了，只求这红哥儿瞧在亲戚的情面上，能给个容身之所。贫寒人家尚且还收个猫儿狗儿呢。那日明兰胡言乱语，锦绣姐姐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回去以后，祖母已经训斥过我了。不过是长辈们平日说说的玩笑，算不得什么。贺家哥哥要纳什么人进门，与我有何干？说的也是，自来娶媳妇儿，都是婆母说了便算。男人家三妻四妾是常理，也是我妹子太宽了，纵了旁人，不知好歹。待进了门，难道还叫红哥儿守着一个婆娘不成？那曹家姐姐进门以后，不知大娘子，您是妾室的生母，还是曹家的长辈亲戚啊？这名分这事儿可半点都错不得。我们自然是亲戚啊！啊？我们自然是长辈啊！是呀，若是长辈，那就要端着、敬着、伺候着。若是妾室的生母，那就是下人。仆奴若心里好，随便给点碎银子；若是不高兴了，就大棒子打发出去。万一这妾室不妾室，亲戚不亲戚的，不知以后婆媳夫妻乃至嫡子庶子的，这该如何相处呀？一团乱麻。你这死丫头，仗着家世好，小贱人，你以为你就是走？你母请自重。我乃至贺家上下，对曹家仁至义尽，问心无愧。出钱出力，从没有过二话，唯独不能受人胁迫。
娘啊，都是爹娘误了你。原想着回了京，你表哥好看着你，没想到事态变了，人家判了高知了。儿啊，你还不如跟为娘的一道去死了算了。谁让你有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姨母和表哥呢？妹妹，我是想外甥你进我家门的呀。有我在，你别怕。我没有怕。哟，曹大娘子，这里有客人呐。哦，别动，别动，躺着，好生歇息。躺下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适才，曹家姨母说锦绣姐姐要给洪文哥哥做妾，虽与我无关，但我多少也听了一耳朵。哎呦，瞧我这孙女儿，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，传出去，岂不叫人笑话？老姐姐，明儿是你的孙女儿，就跟是我的孙女儿一样，也就是洪文的亲妹妹。家里的事儿，听听也没什么。祖母，你说什么？住嘴！我们这里自然当作说说的，传出去，外人指不定怎么想呢。哎，听说获罪流放的犯官家眷，便是遇上大赦，也是要发还原籍的。私自回京可是大罪。照此看来，莫不是官家下诏改了律法，开了天恩，让曹家不光能回京，还有亲戚照应着。啊，天不早了，明儿，我们该回了。哦。祖母，你方才怎么说什么兄妹不兄妹的呢？之前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把母亲从乡下接来，下个月15就要去盛家提亲下聘，明年初夏不就拜堂成亲的吗？得了，你还在那痴心妄想。如今盛老太太说了，她家孙女是外人，这门亲事啊，算是完了。可我已经决意不娶表妹了，盛老太太她不知道吗？我这就去跟她说清楚。回来。都是我不好，想着你母亲只有她妹妹这一门亲戚，就是看不上曹家，终究也没说什么。你也不对，你明知你母亲是那种不分黑白是非、没有远见的人，你平日里也不规劝纠正，可如今这事儿办的是大错特错。我是没有办法挽救了。他们盛家历来都是我那老姐姐做主，明兰是她心尖子上的人，她要是不许配给你，
你就是求关家他也没用。你干什么去？祖母刚才教育的极对。我早就知道曹家不是好亲戚，却由着母亲一直惯着他们。正所谓母亲惯子如杀子，儿子惯着母亲，结果全家都要遭罪，母亲也享受不了今日的太平。为了贺家，我要把这事儿做个了断。你这是为贺家，还是为盛家？白衣可诛堤坝，为了贺家，也为了盛家。祖母知道你的意思，愿求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别说官人了，就算是下人，也要心心相印，才好过日子。我就是生气，越想越生气。怎么，我不如别人可怜，便该我让步？那这世道，难道是比谁可怜谁就有理吗？刚才贺胡送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倒也立誓，不骂曹景秀。立誓？立誓有用吗？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啊？只要贺家伯母开口哀求，洪文哥哥心又软，他也不能看着亲娘被自己气死呀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看看别的人家。快，来，坐。吴姐姐，你能让我喘口气吗？我还没吃饭呢。你还没吃饭呢？啊，喜鹊，叫小厨房做一些席面来给六妹妹吃。是。今天喜鹊去送东西，背地里听到刘妈妈说母亲要跟我说亲事。哪家的亲事？舅舅家。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儿。你脑子快帮我想个法子出来，你让我母亲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哪有法子呀？我哪敢在大娘子面前提你的事儿？那你去找祖母说，我在她那儿一向是不讨好的，你可是她心尖上的肉，你说一句，也许她就能帮我呢。若是别的事儿，祖母兴许还能插上话。这是你的婚事，若是不让大娘子做主，她不得把房子给掀了？祖母说话，她也未必会听。那她总能说上两句话吧？你是不知道我那舅舅家的几个表哥，庸庸碌碌的，还有我那舅母，他从来就是看不惯我母亲跟姨母的。席面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哎呦，你还操心这个事儿？怎么样了？打听到什么了？我姨母是为了我亲事来的吗？听着不像，好像是说要来给王家老太太做寿，才来找咱们大娘子的。是吗？吓坏我了！我那个姨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偏偏是我母亲的亲姐姐，还怠慢不得。康家姨母一向如此，你也不用多虑。只是，给你说王家表哥的亲事，也应该是舅舅家的人来，什么时候轮到康家姨母出头了？他才不管那些呢，他什么事不插手啊？这么说吧，就算是天上下雨了，他都得捞几滴回家煮茶吃呢。只要与他有好处的事，他肯定往上凑的。喜鹊，你再去姨母身边的女使那儿打听打听，看能不能打听出什么事儿来。
打点这些人需要使钱，我给你找点散碎银子给你吊起来。姑娘哪知道东西在哪儿啊？还是奴婢自己拿吧。还有啊，我母亲身边的那些女使跟婆子啊，需要一些像样的首饰什么的。吴姐姐，文家哥家境贫寒，他母亲又是个乡下人，难免粗陋，大字也不识几个。就算你如愿嫁过去了，怕是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，跟婆母之间磕磕碰碰的，也是在所难免。天下哪里没有苦啊？你说大姐姐吧，她嫁入伯爵府，夫妻和睦，可偏偏呢遇上了一个恶婆母，不苦吗？还有墨兰，嫌文家哥穷，不愿意嫁过去，也要嫁入伯爵府，可谁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就落了胎。想来，应该是那梁六郎的贵妾春珂折腾的，不苦啊。四姐姐落胎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前些日子啊。往日四姐姐一有什么三灾六痛呢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怎么如今口风这么严谨了？我现在有了靖哥哥，哪有时间管他的事儿啊？天下哪有不受苦的？红哥来，想必有正事，还是先说正事要紧。都是洪文愚昧无知，连累了老太太和明兰，连累了老太太，心里十分歉疚。昨日洪文去了曹义父家里，一概说了清楚，愿意母亲收表妹为义女，请族人长辈一同见礼，以后便如亲兄妹一般。曹家也是真下得了狠手。要说你们家也算是帮衬了许多，怎么能拳脚相向？后来曹义母哭着追了出来，我才明白原委。锦儿表妹昨日回家便自尽了，救下之后才吐露了实情。什么事情？表妹说她在凉州与人为妾时，就被那家大娘子强行灌下了红花汤，已然不能生育了。表妹怕家里人难过，便谁都没说，直到得知嫁入贺家无望，她坏了脸又坏了身子，连孩子也不能有，她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倒确实可怜人。如今又不能生育，便没了威胁。任红哥再心软，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。你说呢？即便他是能生，孙女也不计较了。哎，你怎么改主意了？这些日子来，孙女做了许多糊涂事，让祖母操心了不说，还失了脸面。孙女不孝，贺家公子是祖母好不容易相来的婚事，不该轻易回弃。你不怕日后和曹姑娘还有曹家纠缠不清？人活这一辈子，总会遇到一些坎坷不平的，总不能一瞧见坑洼就绕过去了。就像这香木，难道是长在路边垂手可得的吗？总是要经历许多凶险的，要从深山老林里面相砍了，运出来。这路上，也许会经历山崩啦、水淹啦、苛政啊、盗贼，一不小心可能就血本无归了。但终究
还是会一段一段的落到我们手里来。就像我们，这日子过着过着就行了。不对，这不是你改变主意的缘由。你千万不要为了免我烦恼，委屈你自己。祖母，有些事情看着越好，便是越坏。您说，若我们真两情相好，骤生波澜，自然是泪眼滂沱，痛不欲生。但如今瞧着，这贺家哥哥心里其实并没惦记我，我心里也没惦记他，反倒是两个人和和睦睦，这日子自然过得如宾如客，以礼相待。你这小小年纪就心同槁木，可不能这样。祖母，您放心，我就是想，咱们活这一辈子，总不能在这院子里头绕弯打转了吧？我将来还可以攒很多的钱，多宽心，闲了便去游山玩水，击球垂钓，双陆拆白，总是有许多法子解闷儿的，日子自然过得畅快。若为了在男人面前挣一口饭吃，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，这一生都不划算。祖母，香吗？还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也不见舅舅高兴些。你舅母在禹州死得这么惨，一时半会儿，他怎么能好得了？邹家想把自己的女儿给舅舅做填房。邹家嫂嫂的三妹妹，我父皇已经定了，让舅舅续弦英国公家的独女。邹家大嫂嫂可是为了救皇后娘娘才……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。我舅定然不会答应。是，舅舅是肯定不答应。这下子恐怕要闹出大事儿。长官，我们现在身在东京府，不是在禹州。肯不肯，很多事情是由不得我们自己的。我得赶紧成婚，越快越好。诸位，都是来给我们家将军提亲的吗？其实你们来晚了，我们家将军一大早就是出门提亲去。就算你们等到我们家将军回来，也赶不上这一伐了。哎，轻点，这块来，放这。哎，小心点，这以后都是你家的东西了。哎，别搁那儿，小心被太阳晒着了。走错门了吧？没错。升官了，也不至于这么夸耀。不夸张，不夸张，这还很不够，后头还有呢。啊？这都是给你家的。看上我家了。
我呀，思来想去，那些争相要把女儿嫁给我的人家，以前啊，大多都瞧不起我。坐。现在可倒好，脸一抹，满口亲热奉承，我觉得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。这种人家，我能结亲吗？我敢结亲吗？可我们家跟你如今的身份也不匹配呀。我哪会在乎这些？想当初燕王叛乱围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吓得尿裤子了，看见叛军的刀枪，恨不得跪地称臣。只有你们父子二人，临危不乱，泰然自若，就这份气节已让我佩服万分。如今新帝登基，我也算是平步青云了。你们也不奉承讨好，这叫贵贱不移。我想，若是我日后落魄了，也定能共患难。这样的岳家，你让我上哪儿找去？你说的是我们家吗？我听了自己脸都红了。这话，我不是说给你听的，是我准备好，让你说给令尊听的。你这道话想得这么周全，不是一日之功吧？你是盘算着要娶我哪个妹妹？这你还猜不出来？你的心思七弯八绕，我哪猜得出来呀？快说，哪个？自然是相貌美、性格好的那个呀。顾廷烨说要娶如兰。母亲小心！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顾廷烨要娶如兰？是啊。顾家二郎说，如兰在京城闺秀中素来备受赞誉。马球会上见过好几次了，说她容貌端丽，举止娴雅，知书达理，温柔可人。说要得她为妻啊，则此生无憾。他说的是如兰啊，我怎么倒觉得像是说明兰呢？怎么不是如兰啊？如兰这孩子虽然在家里任性了些，可是出门在外哪次不是规规矩矩，没出过差错？那顾廷烨怎么就不能看上我们如兰？再说了，侯门嫡子，又是当今上面的红人，求个庶女为妻，那传出去不叫人笑话死？一定是如兰。你懂什么呀？那顾二郎可不是个省油灯，他当年闹出那些荒唐事儿啊，整个汴京城谁不知道？啊，你敢把你女儿嫁给他？哼！哦，那些多半是以讹传讹的。他是荒唐过一阵子，现下改邪归正了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可是朝廷重臣，每天忙得头脚倒旋。就是，我儿向来方正，他都做这顾二郎的保，定是无错的。你就是什么呀？你就是，你无非是看中人家有权有势。你怎么知道他说话算数啊？仲怀还说了，现在虽然上他们家提亲的人多，但都是一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，根本瞧不上人家。盛家虽非世家贵族，但也是青云门第。他们侯府出身武将，一直是仰慕书香门第的。求娶如兰啊，倒是他高攀。
他说的。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愣头青呢，凭着偶然的功劳才飞黄腾达。不想竟也是个通情达理、有眼界、有见识的。嗯。依我看，这顾廷烨不光有眼光见识，还有福气的很。你说，要不然他怎么就投到当今官家的门下？谁会去烧一个外放宗室的冷灶？定是他头上有魁星罩着呢，将来必定进官升爵。官人，你可别谨慎过头了。母亲不要高兴太早。这门亲事要成啊，还得如兰点头。这么好的婚事，他不点头？他还想上天下玉帝不成？你放心，我一说，他一准乐开了花儿。没那么容易吧？你别抢了！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顾廷烨！哎，你疯了还是傻了？那顾廷烨有什么不好？有权有势，还有万贯家财，连那永昌伯梁家都比不上。他们家只有一个继母，你嫁过去就是当家大娘子，说不定将来还能封个诰命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母亲分明是因为巧了四姐姐嫁给了伯爵府，生气眼红，想跟舅舅结亲，又被姨母抢了钱，所以才让我嫁给顾廷烨的。说是为了我，其实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那个顾廷烨流连青楼，是一个浪子。你要让我嫁给他，那我下半辈子不就毁了吗？哎，你哥哥都说了那是假的。你哥哥那人最是端正，你可听他说过一句谎话没有啊？哥哥要是觉得他哪儿都好，怎么自己不嫁给他？要是那个顾廷烨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，难道哥哥会替我杀了他不成？你就是个冤孽！你大娘子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先让他闹，等闹够了再去劝。他现在不过是头脑发热，等平心静气下来，说不定能劝得通。要不，让六姑娘过来劝劝。她的话，如兰如何听得进去？哟，近几个月，那六姑娘总往魏瑞轩来，听喜鹊说是五姑娘让她来切磋针线，说提己话。兴许啊，是四姑娘出了阁，那家里冷清了，这两姐妹反倒比以前更亲近了。呀，如兰这孩子，就是上辈子来讨债的，怎么养着她了？顾家二公子要跟咱们家结亲，这不可能啊！听说这顾家大公子体弱多病，如今二公子回京，正是官家的红人呢。别家都挤破脑袋想进顾家的门，哎，这五姑娘不是天天想要压倒四姑娘吗？如今这做侯爵娘子的机会来了，她倒死活不同意，也是怪事儿啊！别说了，这可不是咱们院子，说话都当心些。是。别抢了，我不嫁。顾姐姐，是我呀。来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你再哭会惊动了祖母，她可不是大娘子，眼里揉不了沙子，一查问，你和文家哥的事儿就暴露了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那顾廷烨财大势大，又是新贵宠臣，这么一大座山压过来，我往哪儿逃啊？是呀，实在无处可逃。我找你来是出主意的，你干嘛泼我冷水啊？妹妹，我是被大娘子叫来劝你的，
我不泼冷水，难不成我撺掇你跟文家哥私奔？四姐姐能做出这种事儿来，五姐姐，你一心为盛家着想，肯定做出这种事儿。我自然是做不出这种事儿了。家人同恩一场，我若是只为了自己快活，不管父母家人，那连人都算不上。你若实在看顾二叔不顺眼，那你们就分院别住也好啊。顾爹爹就不是个好人，他能与我相敬如宾？你怎么把他说个像个修罗夜叉一样啊？父亲还说，他比前2年要长进了很多，也越发稳重谦逊，还有行武之人的杀伐决断之气，实在是好官人呀。爹爹是在选女婿，还是在选门生呢？那不说父亲，就说二哥哥吧。若他人品不好，那二哥哥怎么会与他相交多年？如今又建功立业，平乱征西，天下有几个男人有他这个本事？可是他那些拈花惹草的事儿，比山还高，比雨还多。现在他那个外甥不是已经打发了吗？小时候，我小娘难产垂危，还是他帮我找到郎中。还有几次遇险，都是他救的我。哎，可是他那些真既然他已经改了，又没有闹过什么妾室的事儿，我想他也不会做出宠妾灭妻之事。你就安心把大娘子坐稳了，还怕什么？你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。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，你嫁他得了。可是他不要我呀，他要的是五姐姐你呀。可我不要他呀，我要的是靖哥哥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应是绿肥。